我是被公司压榨了3年的社畜，刚准备提离职，却意外救了落难的财神爷。他说可以满足我3个愿望，我刚想求个一夜暴富，眼前却突然飘过红色的弹幕预警：别许愿，你那绿茶同事绑定了双倍掠夺系统，你许愿得到的钱他会拿双倍，你的气运会被吸干。我看着眼前的弹幕，立刻懂了，对着财神爷微笑道：第1个愿望，我要每天无偿加班到凌晨3点；第2个愿望，我要每天喝8杯冰，美式提神；第3个愿望，我要被拥有200斤有趣灵魂的甲方疯狂追求。区双倍而已，那就让你体验一下在猝死边缘被油腻男围攻的福报。财神爷闻言愣住了：姑娘，你是不是加班加傻了？我是财神，不是穷神。我坚定地摇摇头，指了指身后那个正在工位上偷瞄我的同事柳如烟，他是我的同期同事，也是公司里的顶级绿茶。我抓住财神爷的手，语气诚恳地说：神仙大人，您不懂，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上进心。我热爱工作，工作使我快乐，不让我加班我会抑郁，求您了，成全我吧。财神爷嘴角抽搐了2下，大概是几千年没见过这种受虐狂。他叹了口气，手指在我眉心一点：如你所愿，契约生效，即刻执行。金光散去，财神爷消失了。我看了看手机，下午5点59分，还有1分钟下班。柳如烟见我回来，眼底闪过一丝轻蔑，嘴上却甜得发腻。哎呀，苏婉姐，你刚才去哪了？老板说今天的报表要交，但我还要去约会，能不能麻烦你？要是以前，我肯定一边心里骂娘一边接过来，但这次我露出比他还真诚的笑容。不用麻烦，柳如烟，今天的报表我包了，不仅今天的，以后所有的脏活累活我都包了。柳如烟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爽快。就在这时，我脑海里听到了叮的一声，宿主愿望生效，强制无偿加班模式开启，检测到绑定对象柳如烟，触发双倍掠夺系统，掠夺效果翻倍，柳如烟将获得双倍加班时长，双倍工作强度。柳如烟刚迈出的脚突然僵在了半空，她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硬生生把她按回了工位上。她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想要站起来，身体却不受控制地打开了电脑。柳如烟惊慌失措地低喊：怎么回事？我的腿，我的手！我慢悠悠地坐回自己的位置，打开一个空白文档。怎么了，柳如烟？不是说要走吗？柳如烟额头上冒出了冷汗，她的手正疯狂地在键盘上敲击，速度快的都要出现残影了。我不知道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想回家，我要去约会。她嘴里喊着要走，手却诚实地打开了公司最难搞的那个项目文件夹。我忍着笑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可能是因为你太爱公司了吧，身体比嘴巴诚实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吧。我看了看时间，6点整，属于我的整顿职场时刻终于来了。晚上10点，整个办公室空荡荡的，只剩下我和柳如烟2个人。我一会儿刷刷短视频，一会儿看看小说，偶尔敲2下键盘装样子。只要我人在这里，就算是在履行契约。但柳如烟就不一样了，双倍掠夺意味着她承受的是实打实的双倍工作量。柳如烟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手还在疯狂打字。苏婉，你为什么还不走？我不想做了，谁来救救我？我放下手机，伸了个懒腰，语气轻松。这才10点啊，我说了，我要加班到凌晨3点，这是我对公司的承诺。柳如烟听到凌晨3点，眼珠子差点瞪出来。你有病吧？凌晨3点，你想死别拉上我啊！他试图站起来，但屁股就像长在椅子上一样，纹丝不动。我许愿加班，他掠夺了我的气运，自然也要掠夺我的行为，而且是双倍。一天不可能干出48小时，所以系统的判定变成了双倍强度。我走到他身后，看到他竟然一个人在同时处理3个部门的月度总结。哎呀，柳如烟，你以前不是总说年轻人要多锻炼吗？你看你多能干，老板明天看见肯定感动哭了。柳如烟咬着牙，苏婉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弄完这些，我一定要你好看。他还在放狠话，看来是力度还不够。我耸耸肩，回到座位上。好啊，我等着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要不要点个外卖？我有点饿了。这时，他的电话响了。柳如烟看着富二代男朋友打来的电话屏幕，眼中迸发出求生的光芒。亲爱的，快来救我，我被困在公司了。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音乐声和男人的不耐烦。柳如烟，你有病吧？说好7点吃饭，现在都几点了，还在加班？你那个破班有什么好上的？行了，别烦我，我正喝酒呢。电话挂了，柳如烟呆滞地看着手机，终于忍不住哭了。检测到宿主情绪愉悦值上升，奖励气运值+10。原来看着他倒霉，我还能长气运，这系统还挺人性化。凌晨3点，我收拾好东西，准备下班。柳如烟的手指还在机械地敲击，但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我看着累得快瘫的柳如烟，柳如烟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我背起包，神清气爽地走向电梯，身后传来柳如烟绝望的嘶吼：苏婉，你这个疯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按下电梯键，看着镜子里容光焕发的自己，区双倍而已，明天还有8杯冰美式等着你呢，那就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心悸手抖、灵魂出窍的福报。第2天早上9点，
我准时踏进办公室，看到柳如烟正趴在桌子上，像一具被吸干了精气的干尸。看到我进来，她猛地抬起头，眼里布满了红血丝。苏婉，我热情地打招呼。早啊，如烟，怎么这么憔悴？是不是太热爱工作，舍不得回家？周围的同事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。天哪，柳如烟昨晚没回去，这么拼，以前没看出来啊。这才是卷王之王。柳如烟听着这些议论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却又无法反驳。她总不能说自己是被系统控制了吧？就在这时，外卖小哥提着2大袋东西冲了进来。哪位是苏婉女士？您的8杯超大杯冰美式到了。整个办公室瞬间安静了。我举手示意，这里。柳如烟听到冰美式3个字，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。我慢条斯理地把8杯咖啡摆在桌上，拿起一杯，喝了一口。哎呀，昨晚加班太晚，今天得好好提神。就在我喝下第一口的瞬间，柳如烟那边有了动静，检测到宿主摄入咖啡因，双倍掠夺生效，强制执行。柳如烟需摄入16杯加浓冰美式。这时，又一个外卖小哥冲了进来。柳如烟女士，您的16杯特浓冰美式，全冰不加糖。柳如烟女士，您的16杯特浓冰美式，全冰不加糖。柳如烟盯着一桌子咖啡，脸色瞬间从惨白变成了铁青。我不喝，但系统的力量是绝对的。他的手不受控制地伸向了杯子，一杯接一杯地灌了下去。同事们都看傻了。柳如烟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失恋了吧？暴饮暴食？这也太拼了，拿咖啡当水喝啊！我在一旁关心道：柳如烟，慢点喝，别呛着。你看你这么喜欢喝咖啡，也不早说，下次我请你啊。柳如烟喝到第8杯的时候，已经开始翻白眼，捂着胸口，整个人剧烈抽搐。救命！我不行了，心跳好快。我正想着要不要让财神爷暂停一下，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。一个体型硕大、满脸油光的中年男人捧着一束巨大的红玫瑰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。他目光在办公室里扫视了一圈，径直朝我走来。苏婉小姐，自从上次一别，我对你日思夜想，这就是我的心意，请你务必收下。周围的同事倒吸一口凉气，这王总可是出了名的难缠，不仅抠门，还特别喜欢骚扰女员工。我看着那束花，忍住胃里的不适，刚想说话，突然门口又传来了更大的震动声。2个长得跟王总一模一样，但体型目测至少300斤的男人，一左一右的挤进了门框。检测到宿主触发桃花运，双倍掠夺生效。柳如烟将获得双倍追求者、双倍体重、双倍油腻。2个300斤的男人异口同声的吼道：柳如烟，我们观察你很久了，你喝咖啡的样子好迷人，好野性。柳如烟，我们观察你很久了，你喝咖啡的样子好迷人，好野性。柳如烟刚把第9杯咖啡咽下去，听到这话直接喷了出来。柳如烟尖叫着想要逃跑，但因为咖啡因中毒，腿软的根本站不起来。你们是谁？走开啊！2个男人一左一右，像2座大山一样把他夹在中间。其中一个男人眼中满是期待：柳如烟，做我们的女人吧。另一个男人连忙附和：我们会疼你的。其中一个男人拿起一块猪头肉，深情款款地递到柳如烟嘴边：来，吃一口，这是哥的心意。柳如烟看着那油腻腻的猪头肉，终于忍不住抱着垃圾桶狂吐起来。我在一旁看着，差点笑出声。我转头看向王总，露出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。王总，您太客气了，但我现在只想工作。您看柳如烟都这么努力，一边喝咖啡，一边还要应付追求者，我怎么能落后呢？王总被我这一番上进的言论感动了。好女孩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有事业心的，不像那个柳如烟，上班时间搞男女关系，还弄得这么乌烟瘴气。王总嫌弃地看了一眼被2个肉山包围的柳如烟，转头对我更加满意了。苏婉，今晚有空吗？我想和你深入探讨一下项目。我面上带着歉意。王总，今晚恐怕不行，我要加班，而且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医生说我有严重的传染病。王总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退后半步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那边传来了崩溃的哭喊声：救命啊！我不认识他们。保安呢？救命啊！我不认识他们。保安呢？2个300斤的男人正试图给他擦嘴。别怕，柳如烟，我们是真心的。你看你吐得这么虚弱，更需要男人的怀抱了。说着，其中一个男人就要给他做人工呼吸。柳如烟瞪大了眼睛，两眼一翻，彻底晕了过去。但晕倒了也不能逃避系统的制裁。那2个男人立刻把他扛了起来。柳如烟晕倒了，快送她去我们家休息。不对，是送医院。看着柳如烟被2个肉山扛出办公室，我不禁感叹，这哪里是双倍掠夺，这简直是双倍超度。但我知道柳如烟这种人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不会善罢甘休。果然，下午的时候，我在公司群里看到了一条消息，柳如烟发了一张在医院打点滴的照片，配文：为了工作累倒了，但只要项目能成，一切都值得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明天会准时回去上班的。底下是一群不明真相的舔狗在安慰我，看着屏幕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既然你这么爱演，那我就陪你演到底。第2天，
他真的拖着病体来上班了，只不过他看向我的眼神却多了一丝阴狠，看来他是回过未来了。虽然他不知道系统的存在，但这2天只要我做什么，他就会遭殃。这种巧合傻子都能看出来。上午开例会，老板坐在主位上，脸色不太好看。最近公司的业绩下滑得很厉害，尤其是 C 组。C 组就是我和柳如烟所在的组。老板的目光扫过我们，柳如烟突然举手，声音虚弱但坚定地站起来。老板，其实最近 C 组业绩下滑，是因为苏婉姐一直把工作推给我。老板，其实最近 C 组业绩下滑，是因为苏婉姐一直把工作推给我。柳如烟语气带着不易察觉的控诉，我一个人要做2个人的活，还要帮她应付那些奇怪的客户。柳如烟声音哽咽，仿佛耗尽了所有力气。我实在太累了，才会导致效率下降。话音刚落，全场瞬间哗然。老板皱起眉头看向我，苏婉，是这样吗？我没急着反驳，低下头，声音颤抖。老板，柳如烟说的对，是我能力不足，看柳如烟那么能干，就忍不住想让她多担待点。既然柳如烟这么想为公司分忧，那我申请把手里那个最大的烂尾项目城南就改，全权移交给柳如烟负责。我愿意降薪，去后勤部打杂，不再拖累团队。这招以退为进，直接把柳如烟架在了火上。柳如烟脸色一变，刚想拒绝，我脑海里的系统提示音又响了。检测到宿主主动放弃项目，产生负面情绪，双倍掠夺生效。柳如烟将强制接手双倍高难度项目，且必须在双倍严苛的条件下完成。还没等柳如烟开口，老板的眼睛亮了。柳如烟，既然你这么有担当，那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。不仅是城南就改，还有城北那个烂摊子，你也一并接了吧。我看好你，年轻人就是要有冲劲。柳如烟的嘴巴张得老大。老板，我身体……老板摆摆手打断他。哎呀，身体不好可以克服吗？我适时的插嘴。柳如烟昨天还跟我说，只要能为公司创造价值，猝死在岗位上也是一种荣耀，对吧？柳如烟昨天还跟我说，只要能为公司创造价值，猝死在岗位上也是一种荣耀，对吧？柳如烟此时恨不得冲上来撕烂我的嘴，但系统的力量再次降临，他僵硬的点了点头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是，谢谢老板。老板满意的点点头。好，柳如烟升任项目组长，大家鼓掌。掌声雷动。柳如烟瘫软在椅子上，眼神空洞。2个烂尾项目加上双倍的工作强度，再加上我的加班愿望还在生效，这意味着他不仅要搞定变态甲方，还要每天工作到第2天早上，并且喝下16杯咖啡，还要被2个300斤的肉山骚扰。这哪里是升职，这是直接要把他送走。散会后，柳如烟拦住了我。苏婉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？是不是你在搞鬼？我看着他狰狞的脸，轻轻拨开他的手。柳如烟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争取的吗？双倍的业绩，双倍的功劳，当然也要付出双倍的代价，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啊！我凑到他耳边，低声说道：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听说那个城南项目的甲方最喜欢让人喝酒了，你那16杯咖啡的胃还能装下多少酒呢？柳如烟的瞳孔猛地收缩，恐惧彻底占据了他的眼睛。柳如烟终于还是进了 ICU， 不是因为工作累的，而是因为胃出血加酒精中毒。那天晚上，他为了搞定城南项目的甲方，被系统强制灌了双倍的酒。但我没想到，即使他在 ICU 躺着，只要我还在工作，他就得被迫营业。我在公司加班到凌晨3点，柳如烟在病床上昏迷中还在说着梦话。我要工作，我不睡，我要改方案。我要工作，我不睡，我要改方案。护士都吓坏了，以为这姑娘中邪了。我提着果篮去医院看她时，那2个300斤的追求者正守在床边，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大猪蹄子，正试图往昏迷的柳如烟嘴里塞。吃点吧，吃点就好了，这就是不吃饭饿的。我站在门口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看到我进来，那2个肉山居然还挺有礼貌。你是柳如烟的同事吧？快劝劝他起来把这猪蹄吃了。我忍着笑走到床边，柳如烟正好醒了，她一睁眼就看到那2张油腻的大脸，再看到我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心电监护一瞬间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。她颤抖着伸出手指着我：苏婉，是你，一定是你。她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，声音很小却清晰。我有系统，我有双倍掠夺系统，为什么倒霉的是我？那2个肉山没听懂，还在那傻乐。我俯下身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：原来你知道啊，既然你有双倍掠夺系统，那你应该知道掠夺是双向的，你掠夺了我的钱，就要承受双倍的代价，你掠夺了我的愿望，就要承受双倍的后果。我看着他绝望的眼神补充道：柳如烟，贪心不足蛇吞象。柳如烟的眼神从愤怒变成了惊恐，最后变成了绝望。我错了，苏婉姐，我错了，我不抢了，我都还给你，求求你停下吧。他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完全没了往日的嚣张。看着他这副惨样，我心里那口恶气其实已经出得差不多了，但我还没说话，脑海里的财神爷突然上线了。警告，检测到目标人物试图解除绑定。系统规则，掠夺一旦开始，除非一方彻底气运耗尽，否则无法停止，除非他能真心实意的为你做3件好事，抵消那3个愿望的业力。
除非他能真心实意的为你做3件好事，抵消那3个愿望的业力。我闻言挑了挑眉，让绿茶真心实意做好事，这比让母猪上树还难。但我看着柳如烟那张快要挂掉的脸，决定给她一个机会。我轻声看向她，柳如烟，想活命吗？柳如烟拼命点头，想，我想。我看着她继续开口，那就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真心实意的帮我做3件事。第一，去公司群里把你这3年抢我的功劳一桩桩一件件全部澄清，并公开道歉。柳如烟犹豫了一下，这等于让她在行业里社死。但就在她犹豫的这一秒，旁边的大哥把猪蹄塞进了她嘴里，柳如烟瞪大了眼睛，差点噎死。她吐出猪蹄，尖叫着答应：“我做。”我直起身，拍了拍手，很好，那就开始你的表演吧。记住，要真心实意哦，否则……我指了指那2个还在深情注视她的肉山大哥，他们可是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当天晚上，公司大群炸了，柳如烟发了一篇长达5000字的小作文，标题很劲爆，我是一个小偷。关于这3年我从苏婉那里偷走的一切，内容详实，非常详实，从第一次偷我的创意到最后一次甩锅给我，每一个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，甚至还附上了原始聊天记录和文件修改时间。群里开始疯狂的刷屏。我去，真的假的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平时看着挺单纯的。苏婉也太惨了吧，被坑了这么多年，老板也被炸出来了。柳如烟，明天来我办公室。柳如烟，明天来我办公室。柳如烟发完这篇小作文，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，但我这边的系统提示音却很悦耳。检测到目标人物真心忏悔，业力消减30%，宿主气运值回升。紧接着，老板打来了电话。苏婉啊，我看了柳如烟发的那个，最近真是委屈你了。这样，公司决定给你升职加薪，那个项目组长的位置还是你来做吧。另外，奖金补发双倍。第2天，柳如烟拖着病体回到公司办理交接，她已经彻底社死了。所有人看她的眼神都像在看垃圾。柳如烟走到我面前，第1件事我做了，还有2件。第2件事，我要你每天早上站在公司门口，给每一个进来的同事鞠躬，说一句大家辛苦了，我是垃圾，坚持1个月。柳如烟闻言猛地抬头，眼中满是屈辱。苏婉，你别太过分。我挑眉反问，你抢我功劳的时候不过分，你在背后造谣我被包养的时候不过分，不愿意就算了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陪你玩。说着，我做事要拿出手机给那2个大哥打电话。柳如烟尖叫一声，别，我做还不行吗？于是接下来的1个月，柳如烟像个迎宾小姐一样，对着每个人鞠躬道歉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是垃圾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是垃圾。她每鞠1个躬，身上的戾气就少1分。而我这边的系统提示也在不断刷新，业力消减50%、60%。终于到了第3件事，这时候的柳如烟眼神已经没了光彩，她麻木地问我，最后1件事是什么？我看着她，突然想起财神也说，只有他真心实意做好事，才能彻底解除绑定。我想了想，提出了第3个要求。第3件事，我要你去资助一个贫困山区的学生，用你这3年从我这里抢走的奖金，不仅要给钱，还要亲自去关心，直到那个学生考上大学。